1985年，時任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在德黑蘭演講時，一枚炸彈爆炸。این صدای انفجاری که رخ داد مربوط به یک حرکت منافقانه با ایادی مزدور استکبار داخلی دشمنتر و دشمنی آنها آشتی ناپذیرتر میشه.哈梅内伊在这一刻仿佛成为了伊朗不可撼动的精神图腾，但谁能想到，这位日后的伊朗最高领袖，在1979年还只是个在宗教资历上只是高中生的中级教士，毫无背景的哈梅内伊凭什么能在血雨腥风的德黑蘭攪動風雲？他又用了什麼手段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建立血盟關係呢？大家好，我是陳北基同志，讓我們繼續哈梅內伊的第二期內容。當1979年2月11日黎明來臨時，德黑蘭的空氣中充滿了革命勝利的歡樂氛圍。惡魔巴列維王朝崩塌了，神霍梅尼回來了。此時擺在霍梅尼面前的可以說是一個爛攤子。新生的國家政權中哪都需要人，特別是那些可能會對霍梅尼政權造成影響的核心崗位，更是需要自己人。那誰能堪當大任呢？霍梅尼腦子裡第一個跳出來的名字就是那個從19歲起就生死相隨，如今已年屆不惑的哈梅內伊。就這樣，哈梅內伊的權力地位開始步入快車道。對於霍梅尼來說，最可怕的莫過於巴列維留下的這支伊朗國防軍，他們系統性的接受過美國軍隊的訓練，部隊中很多將領都與美軍保持聯繫，所以霍梅尼並不信任他們，他必須擁有一支平行的、只聽命於最高領袖的武裝力量。於是，在1979年5月，哈梅內伊被任命為了國防部副部長，專門負責組建伊斯蘭革命衛隊。這支軍隊的主要任務不是保家衛國，而是捍衛伊斯蘭革命的成果。哈梅內伊就這樣獲得了親自澆灌這支未來伊朗權力支柱的機會。在他後來的30多年的統治中，革命衛隊就是哈梅內伊不可動搖的力量源泉。這部分內容我們後面會單獨再聊。在這之後，掌握了軍事力量的哈梅內伊又被霍梅尼賦予了強力的政治力量。他被霍梅尼親手任命為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成員以及伊斯蘭共和黨的聯合創始人之一，這讓他在這場最初的權力拉鋸戰中就佔據了核心位置。1980年，他正式成為德黑蘭的議會代表，在立法層面上也確立了自己的權威。不過，哈梅內伊並沒有因為各種官職所帶來的權力而膨脹，他親眼見到了老師霍梅尼是如何在人民群眾之中積蓄自己的力量，最終推翻巴列維政權的。所以，他主動向霍梅尼請纓，讓他擔任德黑蘭週5禮拜講學的領袖。哈梅內伊知道，在那個信息閉塞、革命激情高於一切的年代，話筒比子彈更有穿透力。他要在全國人的大腦裡插上霍梅尼的旗幟，同時也刻下自己的聲音。哈梅內伊利用他那邏輯緊密、感情充沛的演講，把那些深奧古板的政治理論講成了年輕人和平民都能聽得懂的革命動員令。他通過每週1次的布道，成功塑造了數百萬人的意識形態，把反美反以的追求深深地烙在了新一代伊朗人的骨髓裡。就在哈梅內伊的權力之路一帆風順的時候，一件意外發生了。1981年6月，德黑蘭的空氣中布滿了殺機。那些曾經和霍梅尼並肩鬧革命的左翼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者，因為無法接受神權統治的現狀，開始調轉槍頭，針對政府高層瘋狂發動恐怖襲擊。27日，哈梅內伊在德黑蘭南部的清真寺進行週5的禮拜講座，激進組織在演講台一角放着的錄音機中放置了炸彈，隨着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哈梅內伊瞬間倒在血泊之中。這場暗殺極其慘烈。哈梅內伊雖然死裡逃生，但他的肺部和聲帶都遭到了重創。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在聽哈梅內伊的各種講話時，總感覺他聲音特別輕，底氣不足。其實就是那時候落下的病根，他的右臂永久性的失去了活動能力。此後的30多年裡，哈梅內伊在公開場合永遠把右手藏在寬大的長袍裡，只能用左手與人握手。然而，對於一名宗教政治家來說，這場暗殺竟意外的成為了他最有力的政治資
本。在什葉派那種崇尚犧牲和殉道的文化背景下，哈梅內伊這個獨臂教師的形象不僅沒讓他顯得虛弱，反而給他鍍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民眾和官方都尊稱他是活着的殉道者，意思是說這個人為革命流過血，他是伊瑪目侯赛因的犧牲精神在當代的肉身化身。有時候你不得不感叹命運的神奇之處。這次暗殺不僅塑造哈梅內伊成為了一個為了信仰和國家而拒絕向邪惡屈服的戰士，更讓他因禍得福地避開了後面的暗殺。就在他遇刺的第二天，伊斯蘭共和國總部發生恐怖大爆炸，哈梅內伊的众多親密戰友，包括党魁在內的72名高层全部遇難。2個月後，新任總統拉賈伊和總理巴霍纳爾也在另一次暗殺中喪生。幾乎在一夜之間，伊朗革命政權的高層幾乎被屠戮殆盡，而此時正躺在病床上慢慢回血的哈梅内伊反而成了幸存的几位領袖之一。在這種極端的權力真空下，原本因為殘疾被認為要退居2線的哈梅內伊，在導師霍梅尼的全力支持下，被推到了歷史的最前台。1981年10月，伊朗舉行了總統大選，哈梅內伊帶着還沒痊癒的身體，以超過95%的壓倒性票數當選總統。這次當選在伊朗憲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哈梅內伊由此成為伊朗首位擔任總統職位的神職人員。哈梅內伊就這樣借着選舉完成了軍政教3種權力的深度綁定。在就職演說中，這位拖着病軀的總統公開發表了一份鐵血誓言，他要徹底清理國內所有的自由派和受美國影響的左翼分子。哈梅內伊的總統任期一幹就是8年，直到1989年。在此期间，哈梅內伊的頭等大事就是伊拉克的兩伊戰爭。伊拉克，一個什葉派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而他的統治者薩達姆是一個遜尼派穆斯林。鄰居的伊斯蘭革命讓這位統治者寢食難安，他害怕伊朗輸出革命而動搖自己的統治，於是薩達姆在1980年9月入侵伊朗，但他顯然低估了對手。最初的閃擊戰被頑強擊退，從1981年開始，戰場重心便轉移到了伊拉克境內，這成了一場漫長且極其慘烈的拉鋸戰，整整打了8年。在這戰火連天的歲月裡，哈梅內伊可沒有安穩地躲在德黑蘭的總統辦公室裡發號施令，他頻繁地脫下教袍，換上迷彩戎裝，親身出現在硝煙彌漫的前線戰壕中。他謙虛地說自己不是什麼總統，只是最高領袖霍梅尼的代表。他還蹲在戰壕裡和那些稚氣未脫的年輕士兵拉家常，給他們打氣，激勵大家投入到這場被他稱為神聖防禦的血戰中。這些行為讓哈梅內伊贏得了職業軍人和革命衛隊的敬重。他本來就是革命衛隊的老領導，在軍中根基深，聲望高。士兵們雖然不了解哈梅內伊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但是他們能夠親眼看到這個國家的總統和他們這些泥腿子待在同一個戰壕裡，還會代表真主給大夥賜福，甚至親手給犧牲的戰友主持追悼會。就這樣一個總統，你說如果你是一名伊朗軍人，你就說你愛不愛，瘋不瘋狂吧。正是靠着這種方式，哈梅內伊在兩伊戰爭期間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建立了堅不可摧的血盟關係。這支起初由志願者拼湊成的民兵武裝，在戰爭的磨礪下迅速膨脹，而哈梅內伊就是他們在德黑蘭高層最堅定的支配者。就在兩伊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哈梅內伊還要肩負重塑國家靈魂的任務。1984年，他被任命為文化革命最高委員會主席，然後主持了一場針對高等教育的深度进化運動。在哈梅內伊看來，伊朗的生死存亡不僅取決於戰爭，更取決於文化和意識形態上能不能獨立。他堅信西方的那套唯物主義和所謂的西式民主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會侵蝕掉伊朗人的民族自尊。於是他下令對整個大學系統進行深度改造，要把那些西方糟粕全部去掉，換成純粹的伊斯蘭價值觀。這也反映出了哈梅內伊遵循的是老師霍梅尼那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的第三世界主義。通過這種大規模的思想洗禮，他試圖培養出一批絕對忠於神權體制的新一代伊朗精英。1987年，哈梅內伊還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他在會上憤慨地譴責美國的霸權主義，這使他在穆斯林世界贏得了反霸權英雄的聲望。到1988年兩伊戰爭停火時，哈梅內伊已經從當年那個被外界認為缺乏政治魅力的年輕教士，
是完美蛻變成了一個深諳權術、坐擁軍隊絕對支持且具備國際視野的成熟政治家。儘管當時的高層教士階層仍對他較低的宗教地位指指點點，但哈梅內伊並不在乎，他知道他要做什麼。當人得到了權力之後，他們就只會對一件事情感到痛苦，那就是手上的权力還不夠多。正巧他的老師霍梅尼在1986年以後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德黑蘭上空關於誰是接班人的博弈也正式拉開了帷幕。那麼哈梅內伊是如何從總統更上一步，成為伊朗最高領袖的呢？這就是下一期的內容啦。感謝你能看到這裡，如果喜歡這期內容，不妨點讚關注，這樣下次更新了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啦。我是陳北基同志，讓我們下期視頻再見。